嗨，这里是菜鸟老田。我是真没想过，这游戏竟然能做出来。这龙带刀或者 Dino Blade， 一款写实恐龙题材魔幻拼刀动作游戏。在这款游戏里，我们将通过一位越南动画师的神奇脑洞，了解到现代科学不敢承认的历史真相。在那个蛮荒时代，小体型恐龙会使用 RGB 武器，让自己看起来丑。翼龙体验学会了圣战秘术，鸭嘴龙可以叼着大锤，甲龙可以变成泥头蛇，迅猛龙会浑身着火，集体行动，致敬另一款游戏的超级树脂怪。决定生态位的不是体型和牙齿，而是剑术、口才和一些阴谋诡计。换句话说，这是一群恐龙叼着各式武器耍杂技互砍的游戏。如果你还在问这游戏玩起来到底怎么样，兄弟，我再说一遍，这是一群恐龙叼着各式武器耍杂技互砍的游戏。你既然关注的是它好不好玩，你要扮演一只棘龙。是的，因为说话受了重伤以后被另一只这他妈什么玩意儿？被另一只这样非常自由的恐龙选中。是的，他也会说话，获得了一把巨他妈大的剑。但与此同时，所有恐龙无论止血、吃草还是吃肉，无论用武器还是不用武器，只要你一出现，他们就会立刻放下仇恨，甚至食欲，然后集体攻击你。为什么？我再说一遍，这是一群恐龙叼着各式武器耍杂技互砍的游戏。希望你没有打算在这个游戏里找什么逻辑。BOSS 那更是时尚酷哥，他们会给自己起绰号：火星暴君、木星泰坦、土星巨爪、赤月之主、水星兵王。我本孤独为王，却为你沦陷地狱。我们可以知道的是，他们依旧处于躁动的青春期，毕竟这种 ID 一般开智了自己会删，不然无异于向全世界展示自己的屁眼。我想着重介绍赤月之主和水星兵王这两位，不是恐龙，而是某种人形生物。不要问我为什么，你这样是会被达尔文老先生挂到进化树上的。赤月之主给了你神奇力量，理由很简单，他想等你把大陆上的恐龙杀一遍以后，直接收割你收割的恐龙灵魂，让自己变强。这是什么原理？我觉得已经不重要了。他已经用日文说地球这个词了，你就放过他吧，这样他又能和水星兵王一战，阻止他召唤一个小行星毁灭地球。你真的没发现什么问题吗？不让把自己变成恐龙，然后要召唤小行星撞地球。哦，对了，他也一样会说话。哇，没关系，知道我买这个游戏花多少钱吗？不到40块。所以现在无论发生什么，我都会惊讶。是的，这是个便宜游戏，便宜的 UI， 便宜的画面，便宜的优化，便宜的关卡和更便宜的升级系统。你击败 BOSS 就能获得武器，你击败精英就能获得他们的能力，并且可以奴役他们，使用替身攻击，非常好理解。但是等级是等级，属性是属性，为什么要这样做？我不知道。这些等级主要影响技能的解锁，你要用获得的这种蓝魂，按照每次1点的速度升级你的血量、力量、蓝量和精力，锻炼你的手速，然后恶化你的腱鞘炎。所以很显然，如果这个游戏角色全是人类，那么它只会是一款不起眼的粪作，然后在无人问津的角落里慢慢腐烂。但是这是一群恐龙叼着各式武器耍杂技互砍的游戏，你的头现在比你的手要好用得多，轻攻击、重攻击、轻击连招、重击连招，在空中旋转360度，比如说毁天灭地的一击，向前方瞬间使出飞雷神，划破时间与空间，撕裂大地，飞跃而起，召唤多段影分身，在空中释放多段剑气，又或者4元斩，你就是那即将到来的风暴。在恐龙时代，颈椎病还没有被发明出来，所以不用担心一套动作打完，自己的头会先飞出去。除了弹反和格挡，这就是一个境界的话题。格挡是不精准的弹反，弹反是精准的格挡。同一个案件，同一个梦想，非常人性化。不要问我人性化在哪，我只能说你品鉴的粪作还不够多。游戏一开始，你就能感受到现实的残酷，因为这群恐龙的攻击频率是真的不低。虽然靠反应和木压还可以应对，但是成功弹反收益又不算高，不消耗精力，恢复一点点蓝量，甚至攒满驾驶槽以后，你也得再成功弹反一次，才能释放一道伤害勉强算是可观的剑气。所以不打职业可以不用练，只要你够摆烂，完全可以直接按死防御，硬吃连段，然后等待自己的回合。
当然我们都知道，一般这种游戏都不会让你过得太舒服，于是游戏加入了红光攻击，这时候就体现了语言的重要性，因为提示直接告诉你红光攻击无法格挡。行，那我就直接翻滚躲避。结果直到我一次非常不小心的按下了格挡键，并且成功的弹反了一次红光攻击，我才突然意识到，原来红光攻击无法格挡，但是可以弹反。你只需要在这个几乎只能靠瞬间反应的时间窗口按下格挡，你就能继续享受这一独特的弹反手艺。当然，如果失败，你就给我吃伤害吃到死为止。我不知道反应窗口到底有多长，我更不知道我到底该弹反哪一个动作，因为这群恐龙对时尚有很深的执念，他们是真的很喜欢给自己的攻击加点特效，来为自己争取交配权。但是由于他们过于内卷，导致最后谁也没有成功。不过代价还是得我来承担。我是真的很喜欢弹反他们夹杂红光的性压抑长连段，我都不用犯罪就能获得坐牢的体验，没有任何人受到伤害，除了我自己。这个时候我们要说什么？菜就多列，但是我拒绝。只楼，去他妈的只楼！真那么喜欢摊反？下次泥头车撞过来的时候，你也记得按下格挡，给大伙展示一下容错。你知道恐龙为什么灭绝吗？因为他们确信可以靠摊反那个小行星避免这场灾难。很显然，他们失败了。小行星甚至都不会给他们第二次机会。希望你能记住这些老资历留给我们的宝贵经验。有些差距并不是只靠努力就可以弥补的。当然，主要是因为我发现把力量和共鸣都堆到400点以后，重击一下1000多，还有可能被路边小恐龙连到死。但是随便放一个技能都能有个5位数的伤害，而且只要放出来就是全程无敌。这就是便宜游戏的平衡性，背板10小时不如连滚键盘2分钟。所以我们现在需要的是一些更有收益的选择。你只需要把点数全部投资到共鸣上，增加蓝量，并且提高技能伤害，装备上缩短技能冷却时间，再点满求生本能，可以让你所一滴血避免死亡，并且恢复所有蓝量。最后不要雨露均沾，升级满1个伤害技能，你就可以只靠数值带走最终 BOSS。我在等技能，你在等什么？现在我只需要把蓝条打空，然后主动吃伤害，让自己锁到1滴血，再小心别被 BOSS 剩下的99招随机带走。那么我就是无敌的。虽然大部分时间赢的都不是很好看，你只能看到一条棘龙在满地乱滚，但是我并不是在蠕动，而是在等待 CT 转好，给这些远古生物展示一下数值的魅力。真是一场酣畅淋漓的战斗，随处都能看到我的努力与汗水。终于我完成了挑战，通关这款游戏嘛，并不是做完这一视频，因为我通关就用了4个小时。相信如果我把力量投入的点数转移到共鸣上，这个时间还能继续缩短。但是这也导致我连后面几个 BOSS 会做什么都不知道，所以我完全没什么可说的。这就是镇龙带刀，我会对一群恐龙叼着各式武器耍杂技互砍的游戏要求什么？这只是一位越南动画师的神奇脑洞，只不过他选择把它从动画变成现实，而且非常便宜。所以就算它本质上是一个粪作，它也是一款有想法的粪作，有乐子的粪作，脱离了低级趣味，能够认清自己的粪作。最后我愿意给它10个肯德基原味鸡作为最终评分。不要弹反家人们，不然你的后代只会成为垃圾食品，供人享用。那么这一视频就到这里，更多内容还在制作中。如果喜欢的话，记得点个订阅，让我们下次再见。